大家好，这里是梅梅音乐平台，回答网友歌唱问题，我是梅梅。今天呢，我们收到的问题是这样的，那有网友问说，梅梅老师，我的这个喉咙已经放松了呀，然后我的这个舌根也没有用力了呀，那为什么呢？唱出来的声音还不对呢？其实呢，要唱出对的声音和好的声音，不是说你的这个喉咙放松这一个条件就可以了，或者只要舌根不往上翘、不用力，就可以了。它是有好多好多的条件和因素的。那首先呢，我们先检查，也就是说，我们来 check 一下我们的声带闭合。比如说，喉咙放松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也就是说，代表说，至少你不会在唱歌的时候会一直这样咬着舌根，这样这样用力，对吗？但是如果说喉咙放松，声带闭合不好也不行啊。比如说发一个一，好，你的喉咙是放松了，那是放松了，舌根也没用力，但是它也不是对的声音啊。所以说，首先要检查一下，在放松的情况下，我们的声带闭合对吗？那么声带闭合最好的检查方式就是说，像我们说话，我们数数字，一，这样的用力方式就是最佳的声带闭合方式。那然后您在唱的时候，那么它相对来说呢，这个声音就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发声点不要太大。什么叫发声点大呢？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唱歌的时候呢，你要想一下，当你想唱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第一个发力点当做一个就是这个声音的这条线的一个音头，我们应该想到自己像一根针一样，也就是说，嘟嘟嘟，有一种穿针的一种感觉，这样嚓一下点过去。或者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喜欢玩那个飞镖，那它那个飞镖的那个头也是很尖的啊，头很尖，所以我形容在我们唱歌的时候，那个发力点的那个点就要很小很小一点点，越小呢，声音越容易唱。比如说就这个一字吧，如果你的发力点太大的话，你可能会说，就算你所有的东西都协调好了，发力点太大，声音变成耶，这显得就是会显得很厚。那这样的话，发力点太大，如果高一点的音呢，耶，也会容易屏蔽回来，所以这声音听起来并不那么好。那么找到那个最好的一个发力点的时候，就先找一下唇颤音，像普通的嘴唇的嘴型也可以，稍微微微带一点微笑也可以。总之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小的点，不是说耶很大声，所以这个点也要准备呀，这个点也要 check 一下，检查一下。那么我觉得，最迷惑我们的，也就是最难分辨的一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喉咙也放松了，然后我们的声带闭合也不错，我们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胸口也很放松，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出来的声音是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样？不是一个对的声音。那这样的话呢，很多朋友就没有信心去练习，他就觉得怀疑自己是不是练错了。那么今天呢，我要想讲的这个概念是说，不要怀疑自己。如果真的是检查过这几个方向，闭合也是好的，喉咙是放松的，然后这个点也不是很大，还出不来你想要的声音的话，那通常呢就是说，以前呢因为用嗓过度，让我们的这个 muscle， 我们的肌肉呢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那当你往回走的时候，也就相当于就是说，在恢复的这个期间呢，它的这个肌肉的弹性没有那么好。那当那个肌肉的弹性没那么好的时候，自然发不出我们想要的声音。可以这么说，我们的肌肉呢损害不是很严重的朋友呢，您还是可以发出来声音的，只是说不是你想要期待的那种音色。还有一种更惨的，也就是说，更让我们搞不清楚的，就是有些人明明什么都是对的，他偏偏发不出声音，就有的时候会是会跑调啊，甚至有些同学跟我讲说，以前呢，虽然我是用嗓子唱歌，但是我最起码知道，就是说
我下一声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我心里很有 confident， 很有自信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现在呢，我放松了一切以后，就是按照调整的这种整个的肌肉状态放松的时候，它的声音往往是控制不了的。下一声我不知道会发出来什么怪音，不知道会冒出来什么怪的音色，会吓坏别人。那其实我就说，哎，这个你有没有换位思考？就是换位思考很重要。虽然您发出的声音是一种控制不了的，甚至是怪声，或者是破声，或者是就是完全没有声音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只要我们保证我们所有的身体协调的这个肌肉的那一刻状态，就是发力点是对的，那我们还是要去做。那这个做有什么用呢？就是说，你说声音都不对了，我还继续做这个动作，继续做有什么用呢？那它的用就是说，当你每做一次的时候，哪怕没有声音，或者声音是破的，但是你都是在做一个健康，就是恢复您的这个声带的整个的一个闭合弹性的一个过程。我举一个例子，也许不是很恰当，但是从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启发。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有一天突然他中风了，那中风以后我们知道他就没办法动了。那然后呢，他好了以后呢，就需要一个恢复期。比如说他的手，我以前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小提琴演奏家，那他中风之后呢，再拿到这个小提琴，他就不能够拉，特别是慢的，有那种要揉弦的那样子的那种很细腻的东西就拉不出来。快一点的话呢，还凑合还可以拉，慢的就不行。那他当时就很气馁。但是后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还是要做你以前从小时候拉琴开始最基本功的那种练习，然后慢慢练习，慢慢练习就会恢复。大概是练了有2-3年吧，然后就是由每一次他都就觉得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手不听使唤。但是随着他不断的练的时候，哎，慢慢的就发现不听使唤的手就慢慢开始听使唤，到后来就慢慢恢复，慢慢恢复，到现在呢，他拉琴就可以拉的就像当初他没中风之前那样的水平。所以说这个就是需要锻炼的。那我们唱歌也是，比如说你发出一个声音来，你发不出来，然后你做一个空的动作，比如说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动作，你协调自己的肌肉，不要管，一一一一一一一，也就是你慢慢串。那有的同学说，老师，哎，我一个发音我练了10次都发不出来，我根本就太打击我了。我告诉他，你要有信心，10次发不出来是不是啊？我们试一下，同样一个动作一个音，我做100次，来，1、2、3、4、5、6、7、8、9、10、11、12，我不断的做 repeat，可以吗？到100次说还不行，请往1000次想。哇，那可能观看视频的朋友说，哇，要这样子吗？的确是要这样子。如果您的声音是在这个以前过度的用嗓，过度的破坏了声带闭合和这个所有的整个肌肉协调的弹性的时候，真的，你找了一个老师去学习，你什么都做对了，老师说的你也理解，然后你还挺开心的，你觉得啊 OK 好。可是呢，一操作的时候，声音不对，不是跑调，就是声音很怪的那种，冒出那种很怪的怪音。那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内容呢，主要就是鼓励这样子的朋友，您千万不要失去信心，而且要在此刻要抓住这个点。什么叫抓住这个点呢？就是往往我们人在最低的时候，就是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就是已经糟糕的这种情况不能再糟糕了，实际上是你开始要准备进步了，往上升了。唱歌也是这样，如果此前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你可以继续用你的嗓子唱啊，对不对？继续用嗓子用力扯也好，怎么样也好，你好歹还能发出一些声音来，觉得自己还是满意的。虽然有些高音唱不上去，虽然很多音解决不了，但是至少唱出来的音自己还是有信心的。那你就做原来那个动作就好了。但是我们每个人想学习，就是因为想超越自己，要进步。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就要跟过去彻彻底底的说再见。从思想上开始，从每一个动作，思想上指挥你的肌肉的动作。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以前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呢，我们人学一个新的东西，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我们学起来困难，而是因为我们总是
内心深处总是抱着此前拥有的一切固有的思想不肯放弃，或者是抱着我们拥有的东西不肯放弃。那我知道在跟我学唱歌的有些同学，他本身天生条件嗓子很好，唱歌的 feeling 特别好，即便是说嗓子很用力啊怎么样，但他也能唱出很好听的歌，只是因为一些高音解决不了，他才来找我学唱歌，希望能有一个突破，能够让自己的歌路呢更加的宽广。但是呢，往往这样的人特别不能够忍受自己在训练当中的那种怎么说呢，声音的不完美，甚至是难听，甚至是难堪，无法面对自己这些。其实越是这样子的想法，越障碍了自己。而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放下自己曾经有多么好听的声音，我是可以唱到什么什么音的，应该是静下心来，就按照所有放松的肌肉来一次，身体协调好，胸口放松，喉咙放松，掌握好声带闭合，用唇颤音去找你的声音的整个的位置的点和声音音量的大小，甚至你可以闭上眼睛，安静的想想发音，如果发不出来怎么办？再想一想，就是这样慢慢的让自己去找这种感觉，要安静下来。除了安静的静，还有一个字是洁净的净，就是洁净我们的思想，不要总是抱着以前自己拥有的东西不放，要重新开始。我知道这样对那些唱歌很好听的来说非常非常的难，但是没有办法，如果想超越自我，必须要放弃过去。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主要是想讲解一下，就是这些很多朋友在唱歌当中、练习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觉得是一个迷思，无法解开。那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希望呢有遇到同样状况的朋友，您不要灰心，因为这个状况不代表您退步，恰恰相反，是您开始进步了。如果您没有新的行动，您没有新的调整自己的话呢，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对吗？所以说我们是在进步，剩下来的呢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然后坚持。好，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欢迎您订阅、点击，同时也帮我按个赞，好不好？然后呢也分享您的朋友圈。当然呢，别忘记了打开您的小铃铛。那我们是每个周五的，就是旧金山时间周五的晚上8点发新片，所以呢，到时候您打开小铃铛呢，就会收到通知了。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